欢迎回来。周三起，美国总统拜登将展开为期8天的欧洲访问行程。这趟旅程表面风光，拜登要当面向欧洲盟友宣告美国回来了，但实际上暗流涌动。有欧洲舆论就质疑拜登来得太晚了，而且在行前还制裁了4个欧洲国家态度蛮横。尤其是作为压轴的与普京的会面，有舆论认为是在走钢丝。值得警惕的是，拜登行前发表了一篇不长的文章，但3次提到中国。一场峰会的狂欢，美国政治新闻网这样形容拜登将于周三展开的欧洲之行。这也是拜登上台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8天中出席4场峰会，先后是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和美俄峰会。德国电视一台给拜登算了一笔时间账，拜登与各国领导人的峰会几乎包含国际事务的方方面面，但会议时间都很短。例如，北约峰会只有2.5小时，而成员国有30个。这意味着每位领导人只有5分钟发言时间，很难想象这能讨论出什么结果。英国卫报指出，虽然英国首相约翰逊将7国集团峰会在英国举办夸张成这个星球的历史性时刻，但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当下，这个赋予国家俱乐部的自私自利已经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怀疑。7国集团就像约翰逊现在所做的那样，各成员夸夸其谈，却不能兑现承诺。欧洲方面对拜登颇有微词，虽然拜登反复向欧洲盟友宣告美国回来了，但是有欧洲舆论抱怨拜登来的实在是太晚了，而且他此前已经会见了日本及韩国领导人，实际上是告诉欧洲的地位在拜登政府印太战略优先的决策下已经大大下降，所谓的跨太平洋友谊不过是外交辞令。早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已经决定把自己的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到特朗普时代呢，只是换了一个名称，把亚太改成印太，实际上他也是加大了将自身战略资源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这样一种趋势。纽约时报周日发表评论称，拜登正在拥抱欧洲，但接下来会怎样？欧盟和北约有顾虑。有欧洲舆论称，特朗普政府让欧洲各国意识到，美欧75年的友谊会随着美国政府更迭而在一夜之间消失。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德国分支主任普格里林也在拜登来访之前提醒欧洲各国，这不是无条件的爱，而是利益之交。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访欧的时间点非常微妙，再过3个月，德国将进行大选，明年9月，法国也将迎来大选。2个欧洲主要国家即将进行政府换届，目前欧洲的舆论场充斥着强硬的选举语言，被拜登团队认为是影响欧洲政治进程的最佳时机。但局势并非对拜登全都有利。丹麦广播公司1周之前报道了美国情报部门曾利用丹麦情报机构监听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等人的消息，欧洲多国政要纷纷要求美国做出解释。欧盟舆论评论称，美国既要控制欧盟，又对欧盟领导人持强烈戒心。情报控制与情报霸权是美国的世界战略之一，对盟国也不例外。欧洲强烈的舆论攻势惹怒了美国，作为回击，美国在窃听事件曝光3天之后就宣布对6个国家加征关税，其中4个是欧洲盟友。但美国同时宣布关税措施暂缓半年执行，震慑意味明显。观察指出，美国赤裸裸的威胁戳破了拜登上台后美欧表面上热络的假象，也让外界看到欧洲仍然软弱，美国依旧强势，美欧间的不对等关系并无实质性改变。实际上，拜登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就说得很清楚，美国必须以实力领导世界。观察指出，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奉行的美国优先的另一种说法。拜登的这篇文章不长，却3次提到中国，毫不讳言团结欧洲盟友的目的是要在疫情、贸易、气候、数字和科技等领域与中国竞争。总部位于欧洲的国际媒体组织《世界报业》辛迪加评论认为，拜登的大戏虽然在欧洲上演，但最终焦点将是中国，拉盟友应对中国将是拜登欧洲之行的首要任务。但是很明显，中国在拜登提到的议题上与欧洲几乎都有重大利益交集，美国挑拨是非将严重损害欧洲利益。法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库安特最近在接受《费加罗报》采访时指出，未来世界秩序将围绕中美之间的竞争而建立，但法国和欧洲对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不感兴趣，这是目前欧洲政界的主流看法。
还有观察指出，欧洲实际上不希望拜登政府过于强调同中国展开竞争，因为这将打破全球格局的多极化态势。欧洲作为世界一极的影响力将大大削弱，稍有不慎，欧洲将会成为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他的欧洲盟友，他亚太盟友，当然希望美国强大起来。当然，这个美国强大也是一个双刃剑啊，也可能利用他的这个强大的实力搞单边主义，就像当年小布什时代啊，强行的这个发动战争啊，对这个欧洲盟友这个意见不管不顾，这也是完全有可能走向这个强权政治，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外界注意到，拜登在美国国务院的首次公开演讲中，把美国以实力领导世界作为外交政策指导原则。但今年3月18日的安克雷奇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当面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强调，美国没有资格说自己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对话。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拜登在《华盛顿邮报》所发文章的涉华内容，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国际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当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社会的事要由各国商量着办，而不是几个国家说了算。要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平等协商，不搞唯我独尊。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针对特定国家的集团政治小圈子，或者搞有选择的伪多边主义，都是逆时代潮流之举，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我们注意到，今天汪文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在多个议题上多次阐述了中方对于多边主义的看法，涉及到多个维度和诸多层面。那汪文斌指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应该回归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珍惜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实际上，拜登政府在要求盟友搞意识形态小圈子的时候，美国自己却忙着在开小灶。拜登在与七国集团、北约和欧洲国家结束峰会后，就会马不停蹄到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会面。分析认为，这严重损害了欧洲的利益，因为对于欧洲来说，最大的地缘政治就是与俄罗斯的关系。况且就在2个月前，欧洲部分国家还跟随美国驱逐了数量不少的俄罗斯外交官，现在他们猛然发现自己受骗。白宫此前声称，拜登和普京将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我们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拜登则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俄罗斯冲突，但他同时称自己会毫不犹豫地对俄罗斯未来的有害活动做出反应。但拜登的党内同志、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就质疑，拜登用放弃俄德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的制裁换来与普京的会面，是对俄罗斯的奖赏。实际上，比起特朗普，拜登对俄罗斯的态度要强硬得多。3月在接受专访时，拜登还称普京是杀手，俄罗斯则直接召回了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进行抗议，迄今为止仍未返回华盛顿。4月，美方首次提议美俄领导人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峰会，但俄方在相当长时间内未作回应，美方于是升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被俄罗斯舆论愤怒地称为巨棒。对于普京与拜登即将举行的峰会，俄罗斯舆论普遍并不看好，尤其是拜登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再次攻击中俄关系。俄罗斯报纸报质疑说，欧美协调行动是正常的，俄罗斯与中国合作却被说成不正常。普京本人也不看好与美国的关系，他周五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表示，美国正以自信且坚定的步伐走在苏联的老路上。普京指出，美国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但却制造大量问题，就像苏联时期发生的一样。美国认为其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非常强大，因此觉得这些问题不严重，都可以解决。但问题越积越多，总有一天华盛顿也无法应对。华盛顿邮报认为，在美俄峰会即将举行之际，普京的表态可能会增加两国对峰会的悲观情绪。美联社认为，普京为即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的峰会设定了强硬的基调。英国广播公司指出，与普京的会面将是拜登的一个重大政治考验。华盛顿及美国的欧洲盟友都对此怨声载道。美俄的这种双方在这个政治理念上，存在很大的这个分歧。通过一次短短的这个领导人会谈，恐怕很难化解这些分歧。
但是呢，美国又需要俄罗斯在一些国际问题上配合美国，当然也是出于这个大战略的考虑啊，因为它和中国进行竞争，那不可能同时和把俄罗斯推向中国一边，让中俄两国结成一个事实上的同盟，那实际上对美国在战略上也是不利的。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拜登周三将开启访欧行程，他周日在《华盛顿邮报》刊文，为就任总统后的首次外访行程吹风预热，但文章也多次拿中国说事。那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在我看来呢，拜登他的文章并没有多少新意、新提法、新概念都有限。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拜登他首次访问不是去欧洲吗？他为什么不在欧洲国家的媒体上刊文，反倒是选择国内的《华盛顿邮报》呢？说白了，那么拜登更加在意的恐怕呢，还是向美国国内喊话，还是期待这首次外访的所谓内政效应。那么拜登文章说，当此全球不确定性时刻，世界又逢100年一遇的新冠大流行，那么他作为总统首次外访，就是要兑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的持续承诺，来展现所谓民主国家应对新时代挑战、阻遏威胁的能力。拜登称，这是他欧洲行每站都将会反复重申的主题。那么，何为时代挑战？哪些是美方眼中的所谓外部威胁呢？拜登表示，终结新冠大流行、提升健康安全、推动强劲包容性的经济复苏是优先的重点。那么，这就是拜登所谓美西方同盟国需要应对的共同挑战，是合作方向。那么，美西方同盟体系靠什么来聚合包容呢？拜登在文章强调的是 shared value and vision of future， 是所谓的共同价值观和未来愿景。所以呢，拜登这一次访问势必会大打价值观牌。而在谈到外部威胁时，拜登就开始拿中国说事儿了。那么这篇文章3度提到 China， 3次把中国作为美西方国家的共同标靶来攻击。